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创业成功，有了上亿身家后，我奉行财不露白，低调经营我的暖男人设。1个月后，我参加了大学同学聚会，聚会上，老同学侃侃而谈，指着窗外的大楼，说那是自己的创业公司，还说自己有亿万身家。看着矮胖还满脸痘的同学，我沉默了。什么时候我公司都成他的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同学聚会上，大家都说我还是没变，校园里受欢迎的男神，出了社会还是个暖男。其实吧，情绪稳定对男人来说也挺重要的，能忍才能成大事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成功。财不露白，我没告诉任何人。我现在创业成功，有了上亿身家，我只想好好挣钱，披马甲过我自己的好日子，再和女友求个婚，拥有个幸福家庭。可酒杯刚端起来，我的公司就成别人的了。看着满脸痘还矮胖的老同学，我挤过簇拥他的人群，听他指着窗外的高楼侃侃而谈。看见了吗？外面那栋公司老板姓张。我不多说什么，我现在亿万身家，以后老同学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。什么？出来一趟，我公司都归他了。红酒差点洒出来。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自己的公司群，还好，秘书还叫我老板。我懵了，只觉得今天出门日子没看好。那是你的创业公司？我怀疑地看着说话的人。张延辉满脸的痘印，矮胖的身材挤在西装里，豆豆眼睁大看着我，大言不惭地回怼了我一句：那怎么还有假？这么大的事我还敢吹牛吗？那些人只知道他们老板姓张，我可是很注重隐私的，我从来不接受采访。看来他吹牛之前都查过了。我胸口的火气一阵阵往上冒，但我也没马上戳穿他。我正好无聊，我想看看他冒名顶替我究竟想干些什么。哇塞，张毅，你不会是嫉妒咱们辉哥混得比你好吧？说话阴阳怪气，都是老同学，你可别酸啊。王健刚刚还叫人家全名，这会儿又是敬酒又是叫哥，几下把我挤开，谄媚地凑到了张延斌面前。一群人围了过去，都想和亿万富翁说话。被人挤开后，我看着一身名牌西装的张延辉，上前一步，直接拉出了他藏在衣领里的吊牌。这衣服怎么吊牌也不取一下啊？露出来的吊牌让一群人安静下来。张延辉面色如常，往前一步挪开脚。名牌货太多，衣服来不及穿，新来的保姆偷懒，都没给我检查一下。你放心，我回去就开除他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又露出手上几十万的手表。我一眼看穿，他这衣服多半是等着退的。什么保姆偷懒，谎话连篇。可老同学们偏偏就是相信了，一群人聊得火热。再过段时间，我请大家去公司里参观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张延辉摸着肚子，脸上都是得意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心里一咯噔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他能把这群人都带到我公司里去？他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怎么忽然玩这么大？听到一群人欢呼，我忍不住也跟着笑了一声。没有我发话，公司里能随便给外人参观吗？我倒是想看看他怎么把人带进来。上菜的时候，我女朋友苏苏来了，穿着小裙子。苏苏大方地和我同学打了招呼，坐到了我身边。交往了几年，我已经在准备求婚了。我想找个时间坦白我的身份，去见见双方家长。还有就是我给他送的礼物，每次都要说是高仿，我实在绷不住了。哟，大美女啊，你有福气啊！周边有人夸苏苏，我笑了笑，给他碗里夹了点菜。
向全桌人介绍了他。在众人的赞叹声中，张延辉盯着苏苏，眼睛一动也不动，那目光有些让我反感。我帮女友挡住了。餐桌上有说有笑，快走的时候，苏苏忽然凑了过来，眼里都是好奇。阿姨，听说你那个同学是创业公司老板啊，身价很高哎。我一下呛住，咳嗽了好几声。没想到苏苏都注意到了这个消息，环视一圈，我看到张延辉冲苏苏抛了个恶心的媚眼，别理他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小声回了苏苏一句，还是决定不告诉苏苏。现在当着这些人说，肯定没人会相信。等大家要散的时候，张延辉主动找到了我和苏苏，他晃着豪车钥匙，对着我和女友一笑。外面下雨啊，你女朋友穿着裙子，不如我送你们回去吧，新车刚买的。我说了句不用，带着女友打了车，冲进雨幕里的时候，苏苏还对我张延辉很客气。我笑笑没说话。衣服是7天包退换了，几十万的手表和那辆豪车，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租的。就算穿上了金装，他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叮咚，手机里忽然来了一条新消息。打开之后，张延辉给我发了条消息：下个月参观公司，你可一定要带上你女朋友啊！我没回，随手关掉了手机。其实我还挺好奇他被人拆穿之后会是什么表情呢？苏苏和我在一起5年了，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公司还在起步，是他一直陪着我，鼓励我，有时候工作忙，他也会体谅我。爱人如养花，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还有些不自信。后来我发达了，经常带他去做美容，送他衣服包包，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看着他从自卑的小姑娘变成明艳动人的大美女，我还是蛮有成就感的。我自信他最爱的人是我。再过1个月，我已经定制了求婚戒指，到时候我要当面说出我的身份，向他求婚，前提是他没出轨的话。张毅，你和你女朋友分手了吗？收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懵，可紧跟着他提醒我去看张延辉的朋友圈。兄弟，没事，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，但现在人都这样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点开张延辉的朋友圈，看到他发的照片，我手一抖，居然点了个赞，赶紧撤回。之后我看着照片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张延辉发了个朋友圈，说自己在减肥，一切都很正常，除了照片里蹲下帮他系鞋带的苏苏，一切都再正常不过。怎么回事？世界变了？我忍住爆粗口，仔细看了看照片，下面的评论也有人认出来了，不少我和他的共同好友还在说，这姑娘长得像我女朋友，太含蓄了，这哪里是像，这分明就是她。看着一身运动装的苏苏，我这才觉察到这几天她对我不冷不热的态度。下午没什么工作，我直接去找了苏苏。到她家楼下的时候，张延辉正把手搭在她身上，纠缠着苏苏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果断冲上前，实在是忍不了。张延辉就是欠收拾，还敢纠缠我女朋友，死骗子！你给我滚远点，少在我女朋友面前晃！一拳打在张延辉脸上，他直接倒在了地上。看他虚的，我最看不起他这种人。正想再补一拳的时候，我的手被苏苏拉住了。苏苏，你别担心我，我肯定能打赢这个混蛋的。我挣脱开他的手，想也不想就举起拳头。住手！苏苏焦急地冲了过来，挡在了张延辉身前。别打人！张毅，你真的太暴力了啊！我看着张延辉在苏苏的搀扶下起身，脸上一片青紫，他对着我得意叫骂：张毅，你这好几次都故意找我茬，要不是看在苏苏和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，
我才不会放过你！你真是一点远见都没有，半点不懂人情世故。张延辉矮胖的身材站在我面前矮一截，苏苏站在他旁边，皱着眉看我，一副伤心的模样。张毅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怎么能对辉哥这样呢？辉哥，前几天才认识，他现在叫人家辉哥。今天照片里，他还给人家系鞋带，好不容易苦尽甘来。我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背叛我。我和他穷过、苦过，现在就一个张延辉，他就毫不犹豫地贴了上去。我这人温和，但也不是傻子，感情里我实在容不得沙子。好，只要你别后悔。我看着他点了头，没有错过他眼里迸发出的喜悦。和我分手，他就那么高兴吗？张延辉故作霸道地把苏苏拉到自己怀里，哈哈大笑，对着我不屑开口：“和我在一起，他怎么会后悔？滚吧，穷光蛋！”两人走了。苏苏身上穿着我买的名牌裙子，手上的镯子几万，包包花了30W，这些东西就像喂了狗，心情操蛋。可生活还没放过我。我的秘书方静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哭一场。可他一打电话，我那点伤心泪又憋回去了。老板，晚上你约了江氏集团的人。一抹脸，对面传来冷漠的女声。方静就这点好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及时提醒我工作。我不想去，老子失恋了，我没心情。对面的人却有办法让我工作。你是老板，但失恋也要上班，这是个大生意，你必须去。好绝情，但说的也对，老板也要上班。还没来得及惋惜自己爱上个墙头草，还被甩了，我就先被方静送去谈生意了。我和苏苏之间掰了，但我和合作伙伴不能掰。喝酒喝到半夜，我拿下了一桩大生意。方静给我递水，拍拍我的背，说了句辛苦。和江氏合作的机会拿下，后半年的目标就差不多了。目标？我公司里的目标啥时候制定的？看着我的得力干将，我止住了话头。借着酒劲，我血气冲上头，忍不住想给苏苏打个电话。本来想骂他一顿，可一接通，对面的动静就让我差点摔了手机。你打电话干什么呢？我跑步呢，不方便先挂了。大晚上12点跑步，半夜打个电话，本来想和他说清楚，可没想到他整这死出，背后一道怜悯的视线看着我。我一回头，方静给我递上纸。老板，你哭吧，我不会笑你的。本来气上头的感觉，忽然一下子被压下去。看着方静亮晶晶的目光，我淡淡的回了他一句：别说话，滚。方静娴熟地搀扶我上车，头也没回地坐上驾驶座。好，现在就送你回家。好了，这下头更痛了。方静虽然人冷漠，但她很靠谱。她是那种艳丽的长相，平日里做事很利落。当初我本来是想找个男秘书，可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，破例招了他。我不想当一个花瓶，这是他刚进公司时对我说的话。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，他的工作能力确实出众。最近公司里有人提议要来参观我们公司，车上方静随口和我提了一句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一愣，脑海里忍不住想起张延辉说过的话。和方静确认了一下时间后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公司里有人和张延辉是一伙的，他那么想装，那我就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好好吃吃苦头。可以，但是记得发邀请函，没有邀请函的一律不许进。参观名单我亲自过目，他敢来，我敢让他丢脸。张延辉和苏苏在朋友圈官宣了，美女被其貌不扬矮胖男人搂在怀里，对比惨烈。
衬得旁人一看就知道他有钱。我和张毅是过去了，现在辉哥和我才是真爱，不在乎美女配野猪。我只惋惜我的真心喂狗，看着苏苏一身假货的炫耀男友对她好，我恨不得直接亮明身份。我真的想问问苏苏，她脑袋里是不是装的水？好好的老板娘不当，去找一个冒牌货，可惜了，这辈子永远错过了。但一想到他们来我公司参观，我又忍住了。我才不露白的暖男形象，不能被一个跳梁小丑毁了。往好处想，还好我没和苏苏求婚，现在让我看清他的为人，也算是悬崖勒马。我这样想，和张延辉在一起的苏苏也是这样想的。拎着假包，穿着一身山寨货，他让人带着一大箱子东西来找我，开门见山地炫耀起自己现在的生活。张毅，我和辉哥在一起了才知道，有钱人的日子有多好过。你看我现在穿的用的，都是以前你买不起的。我想过了，还好和你分手了，算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忘了我吧。他带着人将我曾经买给他的高仿货全都还给了我，顺带还和我说了一下，张延辉送给他的那些真货和我给的那些完全不一样。我没用过这些好东西，用了才知道差别。看到他把假包当宝贝的样子，我眉心一跳，看着他抬腿进了我家，一进门就不赞同的皱眉。张毅，虽然我和你分手了，但我也希望你有出息，钱还是攒着点吧，下次房子别租这么大的了。听了下一句话，帮他搬箱子的男人差点没忍住笑，戏谑的眼神看着我，隐隐还带着一丝不屑。我差点忘了，这套我自己买的大平层，之前和他说是租的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我们一刀两断了。苏苏一挥手，东西放下，扭着腰就走了。我忍住火气，手捏得咯吱响。你们等着，哭的时候还在后头。东西被我踢了一脚，气不过我直接打电话给方静，让她来我家把这堆碍眼的东西拿走，低价贱卖，卖出去的钱都给你，就当给你发奖金。箱子里的东西价值上百万。方静休假时间被我叫过来，穿着一身红裙站在我面前，听到这话之后一挑眉，一开口差点让我站不稳。现在发了，那年底的奖金还有吧？视线在他精致的面容上划过，我深吸几口气，从牙缝里挤出来了句：有，求你别问了。方静红唇上扬，扑哧一笑之后，终于带着东西走了。看着她飘扬的裙摆，我头疼地扶住额头，就不能让我当次霸道总裁吗？硬逼着我接地气。张延辉像只烦人的苍蝇，整天顶着我的身份在别人面前炫耀，美人在怀，他还高调炫富。苏苏晒出朋友圈，说张延辉要给他买房买车，下半辈子直接过上富太太生活。他穿一身假货晒幸福，直接给我看沉默了。有人艾特我，问我是不是特难受，我回了个笑脸。一群傻逼。参观公司的邀请函发出去了，名单也递上来了，看着熟悉的人名，我一挑眉，直接拿起笔，把张延辉和苏苏的名字画出来，指着这两人的名字，我笑得开心，给他们都发邀请函，但这两个是特邀嘉宾，就算拿着邀请函也不许进。他们想拿我的公司摆阔，可以啊，但我不让他们进。我看谁敢放他们进来。方静站在我旁边没说话，默默给我端来一杯咖啡。喝了一口之后，我想了想，加了一句：参观那天你穿漂亮些，到时候和我一起下去。我的办公室随便进不来，但方静全公司的人都认识，他和我一起下去，我都有些等不及看张延辉的脸色。私人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我看了一眼，同学群里很热闹，
有人问张延辉能不能让他给个机会，把他安排到公司里上班。张延辉在群里聊上了，当即表示可以，一个小职位而已，他可是总裁，当然能安排，不过要过段时间才行。到时候我直接通知你。最近有些忙，公司里的事忙完了，我就安排你进去。做人要有远见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我怎么会拒绝呢？这样吧，我们私聊。群里人直接炸开了锅，纷纷附和，刷屏说张总霸气有格局。10几分钟不到，群消息就多了上百条。看到张延辉的话，我在群里插嘴回复了一句：大家参观邀请函都收到了吧？到时候我们公司里见。群里安静了片刻，同学们纷纷表示收到，可张延辉却直接出来艾特了我，让我别去。张毅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发完邀请函了，发完后我才想起来，忘记给你了，你别去了吧，到时候没有邀请函，你可进不去啊。不是没发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怎么能猜到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？看到他的话，我挑眉回复了一句：没事，到时候去了我也沾沾光，能不能进去还不是张总一句话的事。是啊，他可是老板，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。群里没动静了，过了好半天，他才回复了一句好。隔着手机屏幕，我仿佛都能看到张延辉汗流浃背的模样。没人邀请我，可我偏要去。到了参观那天，我对着进门的方静吹了个口哨，想不到平日里忙碌的都市丽人打扮起来居然异常养眼，一下子就把苏苏比下去。看着方静穿着火辣、妆容精致地朝我走来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大美女啊！只要不开口的话，收收你的哈喇子，一句话直接打破僵局。很好，眼前的人还是平日里的方静。参观时间是9点，来了一部分同学，人不是很多，但要让张延辉丢脸，那还是够的。特地等了1个小时，我才慢悠悠地和方静下楼。你们是不是没长眼睛？谁都敢拦，谁发工资的都不认识，你们简直就是找死！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赶紧让开！还没靠近，就看到一群人围着大门。我看到了一些熟悉面孔，走近几步，我看清了被挡在门外的苏苏和张延辉。苏苏叉着腰，大骂门口的人不长眼睛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哪里有自己老板连公司门都不让进的。张延辉也没料到自己会被拦在门外，眼看人越来越多，他急忙拉住苏苏，冒着汗表示自己平日里很少来，这几个保安都是新来的，不认识自己很正常。呸，你才是新来的，我都在这里工作3年了。这句话被耳尖的保安听见，直接戳穿了他。保安不屑的表情一度让现场异常尴尬。别急，我打个电话。我看戏看得正热闹，就见张延辉额头冒汗的拿起手机，走到没人的地方打了个电话。我和方静没动，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。我比较好奇张延辉还有什么招，他和苏苏没发现我们。那群同学也在劝保安赶紧把自己老板放进来，要不然等待要吃亏。保安负责任，不肯放人。我在心里给他们点了个赞，心想回头就给他们发奖金。张延辉打完了电话，又变回了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毫不在乎的一挥手：你们不常见到我，我不怪你们，我已经叫人来接我了，你们工作负责，回头给你们加工资。这话说出口，张延辉还装得挺像样。站了几分钟过，一个地中海的男人急匆匆地跑出来，擦着汗和保安说了2句。这是杨万明，去年新升的经理。看到我盯着那个男人，方静红唇微张，提醒了我一句：来来来，快进来。
余光注意到中年男人和张延辉使了个眼色，张延辉和苏苏被他毕恭毕敬地迎进了公司。一群人终于放下心，有说有笑地往里走。张延辉搂着苏苏，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，豪爽地开口：“大家随便看，这公司都是我的心血，今天就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，大家不用和我客气。”我当初还疑惑，为什么张延辉会有这么大胆子敢冒充我，现在我懂了，原来是有内应。目光放到那个男人身上，我冷下脸，让苏静去告诉人事，把他和张延辉的事查清楚，开除。眼看着一群人朝我走来，我直接带着方静迎面走了出去。张延辉，我的公司，你还满意吗？一开口，现场鸦雀无声，张延辉的脸一下子就白了。方秘书，你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帮张延辉开门的杨万明，他和方静见过面，看到他，杨万明脸色难看，结合我刚刚说的话，他吓得差点昏厥过去。苏苏还没明白过来，看到我从公司里走出来，他皱着眉问我为什么能进张延辉的公司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来这里不觉得不合适吗？张毅，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着张延辉觉察到不对劲的脸色，我笑了起来，直接戳穿了张延辉。你怎么不问问你的辉哥，让他告诉你？我再重新介绍一下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公司，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不信的话可以问我的员工。哪里会有员工连自己老板都不认识的呢？意有所指地看向面前的几人，杨万明脸上的汗止不住。张延辉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嘴里骂了句脏话，直接冲着我骂了起来。张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骗人也不打草稿，你是失心疯了吗？你敢不敢拿出证据？他声音很大，可惜外强中干，看着他躲闪的眼神，还有故作镇定的模样，我没忍住笑了一声。周围一群人窃窃私语，眼里都是吃瓜的兴奋。我一直没说话，张延辉又冷静了下来，上前一步，指着我的脸，对着我就是一顿输出。你是不是不敢回了？是不是我说对了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吹牛的屌丝？我劝你赶紧给我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一份文件直直地砸在他脸上，让他瞬间安静下来。文件掉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露出来，有人凑近看了一眼，瞬间惊讶起来，这不是参观名单吗？我在里面都看见张延辉的名字了，他是老板也要算在名单里啊，是不是他在？是不是他在说谎？这句话没说完，但所有人都知道意思，视线在我们几人身上来回，我干脆不装了，直接挑明，参观名单是我亲自看的，这上面的名字也是我画的。来我公司参观，连老板都不知道是谁吗？张延辉，所有人都能参观，就你不行。这下子张延辉彻底没了动静，任凭一边的苏苏摇晃着他都没出声，他不说话。可其他人直接炸了，得知我的真实身份之后，一群人看张延辉的眼神更加古怪，之前还恨不得贴上去，可现在一群人直接后退，离两人几米远，议论声变大，嘲笑和鄙夷的眼神飘向张延辉，原来都是装的，还装到人家真老板身上去了，我都不敢想他得有多丢脸。换个地球生活，他还笑别人，自己才是那个屌丝，还装总裁摆阔，被真老板打脸，嫌不嫌丢人啊？哈哈哈！还有那个女的，好好的有钱男友不要，找了个假的当宝。这些声音钻进耳朵，苏苏和张延辉的表情难看至极。张延辉脸涨红，死死地握住拳头，气得一张脸扭曲，他忍不住直接吼了出来：操你妈！你们给我闭嘴！
大厅里安静的可怕，苏苏似乎是觉得丢人，抽泣的声音响起，还时不时的偷偷看我。注意到这一幕的张延辉脸一黑，嫉妒地扫了我一眼，直接耍起无赖。还有你，张毅，你故意看我笑话，你还拿文件砸我脸。张毅，你敢砸我，我要你赔我损失费，打到我你必须得出钱，今天你不给，我就不走。脸皮撕破，张延辉居然想要讹人，不要脸的话张嘴就来。这下子其他人站得更远了，人至贱则无敌。可惜张延辉生错了时代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凡事讲证据。他矮胖的身躯直接坐在地上，叫嚣着让我拿钱，要不然就不会放过我。一边的苏苏已经羞得脸通红，当初有多得意，现在就有多难堪。欣赏了几分钟张延辉耍赖，我直接挥手叫来保安，送他离开我公司。可惜了，我这里有监控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你造谣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不走也没事，我找人请你出门。一左一右2个保安直接架起他，毫不犹豫地往外拖。张延辉还想挣扎，考虑到他的吨位，我直接给他加了2个人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等着，别动我，我要自己走。弄坏我衣服了，我要找你们算账。这衣服贵，租的。耳边传来张延辉挣扎的声音。那些之前贴在他旁边的老同学，一个个垂着头不说话，心里估计要骂死张延辉。我的衣角忽然被人拉了一下，对上一双水汪汪的眸子，我卡壳了一瞬，差点忘记他了。于是刚准备开口深情表白的苏苏，就被我一挥手用同样的待遇请了出去。我有洁癖，咱们还是离远点。他眼里都是绝望，死死地盯着我，满脸不甘地被架了出去。那个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我忽然想起家里有事，一哥下次来我家喝酒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老板叫我回去加班，我就……几个捧张延辉最厉害的老同学支支吾吾地和我告别，鬼追似的跑了。我放在口袋里的私人手机震动个不停，想必现在同学群里炸开了锅，张延辉彻底被戳穿了。还有苏苏，看着一次又一次打来的电话，我直接伸手拉黑了他。老板，中午要去视察，你现在就得出发。耳边传来方静的声音，我笑了起来，直接往外走。接下来的事就精彩了。张延辉的惩罚才刚刚开始，杨万明被我开了。他和张延辉是亲戚，表兄弟，帮着他一起撒谎。被辞退后，杨万明还没几天，就直接被警察带走了。同一时间被带走的还有张延辉，他们涉嫌诈骗。那天张延辉走后，我才知道同学群里为什么会这么热闹。张延辉第一时间就退群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找人的老同学。他们电话打到我手机上的时候，我还有些好笑。张毅，我们被张延辉骗钱了，他打着你的旗号说要带我们投资，他跑了。你这么有钱，你……这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挂了。张延辉骗钱是找他们私聊，相信他的也是他们自己。现在钱被骗了，又掉头来找我，太好笑了。作为老同学，我好心的帮他们报个警还是可以的。那通电话让我知道了张延辉的目的，他想尽办法的装大款，可不是光为了吹牛。对着一群老同学，他直接私聊说有个好投资项目，几句话就把这群相信他身份的人骗得团团转。一群人一合计，被骗的钱加起来有好几百万。这是报警之后，张延辉直接躲了起来。在抓捕张延辉的这段时间，苏苏也跑来找我，他的钱和之前我给买的东西都让张延辉骗得干干净净。
就连人都被骗了，哭得可怜。出现在我门外的时候，他求着要和我复合，我当然不会答应。是不是那个胡妹子勾引你的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？她是不是和你睡了？我和她拼了！又一次堵住我和方静。他在我拒绝之后，直接将矛头对向了我身后的方静。还没等我反应，他直接张牙舞爪地朝方静扑去。我急忙挡住，苏苏直接挠到了我身上。嗷！我没忍住，直接叫了一声。被我护住的方静推开我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直接一巴掌甩到了苏苏脸上。自己爱慕虚荣，还要疑神疑鬼，你见不见？你这辈子都和他没可能了。清脆的巴掌声让苏苏停下。听到这句话之后，他彻底呆住，捂住脸哭出了声。我和方静走了，苏苏再没来找我。张延辉被抓到的时候，一群人恨不得打死他，几百万直接被他挥霍一空。经过审问，张延辉和杨万明才知道，他们迷恋上了网络赌博。最先想到用这种方式诈骗的，还是张延辉。恶从胆边生，他联系了杨万明，知道我公司的情况之后，果断选择假装公司老板，钱已经被拿去赌了，不仅没回本，还输了个精光。一群人恨不得将张延辉生吞活剥，可我只觉得他们活该，也不知道动动脑袋，上赶着给他送钱，还自作聪明地相信1年就能翻几倍这种说法。得知张延辉被抓捕之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退出了同学群，再有联系我的同学，我一概不搭理。我将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借着这次机会，好好整顿了一下公司。方静和我工作上很默契，我能隐隐感觉到，她似乎对我有些许好感，就些许，可能不多。毕竟我和她更像是好友、同事。这些话忍在心里没说。我和苏苏分手了，可定制的戒指还是送了过来。一脸操蛋地看着送来的戒指，我恨不得直接送去烧了。我送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我随口问了一句方静，却许久没听到她的回应。抬头的时候，却看到她皱眉盯着我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你要给我？方静语气有些奇怪。看到我点头之后，他难得态度认真地坐到我对面，放下手里的文件之后，他悠悠地说了一句：“那我们在一起，要算商业联姻了。”一口水呛得我不上不下。我看着方静半天回不了神，他似乎曲解了我的意思，头一次主动和我说了很多话。他居然是方氏的千金，比起我的公司，他家规模更大。我问他是不是商业间谍，想窃取我公司机密。他说我公司太小，他家根本看不上。不是，那你到我手下上班干什么？你自己家没有岗位给你上班？方静卡壳了一瞬，过了好半晌才回我有2个哥哥，我不想当花瓶，我想自己真真正正的凭借努力证明自己。可酒杯刚端起来，我的公司就成别人的了。挺挂恐怖如斯。我和方静稀里糊涂的在一起了。和方静在一起后，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。但现在，我已经不抗拒采访和露面了。也许以后不会再遇见张延辉这种人了，但未来的事，谁知道呢？张延辉吃上了国家饭，按金额算，他估计得吃这口饭10几年。苏苏很久之后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此时的我和方静已经见了家长，再过不久就能看到我们盛大的婚礼。苏苏在电话里哭着问我，以后我和他还有没有机会见面？我想了想，告诉他，以后要是想见我，可以去看采访和网上的照片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和方静碰了个杯，庆祝今天拿下的大单，挺好的。我对现状非常满意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